这里是新山一国际机场到达区啊。嗨，大家好，我是老魏。这里是新山一国际机场的到达区，这个满头的汗啊，因为我摩托车停得比较远。它在这个国内区有一个停车场，然后国际区没有停车场。那我摩托停好了以后，我要走到这个国际区来接人，这个要走很远，然后我还带了很多行李，这个行李是给那个要接的人的。然后我们接这个人呢，就是到我们这个后江的工地上，然后给他带一些东西带过去，所以就是我现在先来到这个新山一国际机场的国际区来等他。那他到了以后呢，接到他，然后我跟那个司机，因为司机是越南人，不知道跟他怎么交流，怕他联系不上，所以我过来呢，就是让这个司机，能够顺利的接到他，他能够顺利的上车，然后直接他去后江，我的事情就做完了。好了以后呢，我告诉他我的位置，然后在这边点了一杯咖啡。在这个新山一国际机场咖啡还是蛮贵的。这样一杯咖啡，7万越南盾，在越南喝一杯咖啡，那应该是比较贵了。那如果这个价格在中国喝一杯，或者在别的国家喝一杯，可能是比较便宜的。7万越南盾差不多也就20块人民币吧，可能3个美金的样子，所以这个价格也不算贵。这次机场接人应该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那个国内过来的朋友，他来了以后，他就直接就可以用微信跟我们联系了，就是可以直接沟通了，我就可以告诉他我的位置，然后他拿了行李就能出来找到我。就是很多第一次来越南的朋友他是没有这边的信号，然后手机不能接通，然后出来什么时候出来也不确定，只能在门口傻等，对吧？那现在我们是很方便，在微信可以直接联系。出来的话就知道我在哪里坐着了，那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这个就非常方便了。其实，在新山一国际机场呢是有免费的 WiFi 可以用的，那就是很多第一次来越南的朋友你不要着急买电话卡，直接在机场里加上微信，然后就可以给你等接机的朋友进行联系了。其实我觉得其他的国际机场也应该有免费的 WiFi。胡志明市新山一国际机场呢，今后可能会搬迁到同奈那边，整个新山一国际机场改成一个国内的机场，那国际机场就搬出来，这里市区呢全是国内航班，今后有可能就是从国际上飞过来的话，就飞到同奈那边了。这个机场在胡志明市市中心，那因为这个有个机场呢，这个周边都没有太好的高楼大厦，那相对周边呢也没有建设的特别好，所以这个一个机场其实刚开始是拉动了这边的经济，那现在反而是制约了这里的发展，所以这边的机场肯定会就是国际部分肯定会搬走，那国内的部分可能现在暂时保留，不过根据这个胡志明市这个地铁的建设经验来看这个国际机场搬到同奈去，那不知道是哪一年能够建好，现在真的说不好胡志明市地铁说是2018年就能通车正常使用，现在都2023年了，这个还没有建好，这个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具体什么时候能通车，现在谁也不知道，还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吧。目前也没有一个一定能够通车的，就是这个计划出来，所以市民还是在等待。其实3、4月份是越南一年中最闷热的时候，最不舒服了。这个时候几乎这1个月里面没怎么下过雨，然后天气非常热，中午也很热，晚上也很闷，所以昨天我的视频里面就说，我们在火锅店吃火锅的时候就感觉特别闷，因为这个气候确实很燥，非常干燥，等到了雨季的时候就人舒适感就非常好了，这个时候呢，你看我在这儿等飞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天气很燥热，非常烦闷。这个喝一杯咖啡，然后心情就好多了，这个时候还是越南中气候最不好的时候。前2天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就是等到越南6、7月份是不是就更不舒服或者更难受我就跟他讲，这个现在是最不好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这边这个现在就很舒服了，他就认为这个越南这个5、6月份或者夏天的时候会很难受。其实越南夏天的时候，或者说到了秋天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非常凉爽的。就接到国内来的朋友了，但是这个
这个司机啊，我们现在一直找不到。他说他在附近，我们转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他车，只能在这耐心等他。因为这个国际机场比较大，然后位置说的可能不太清楚，那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位置给他以后，让他过来找我们，这样的话就不会大家都在找，然后都在移动，然后最后都是找不到彼此。司机把车停好，然后现在找到我们了。那我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两个交接好，让国内来的工程师直接上去我们工地的车。因为就是很多国内来的朋友啊，他这个来了以后，他是不知道怎么联系，然后又没有联系方式，所以我是过来，我怕他们联系不上，就是语言也不通，我过来以后让他们两个比较顺利的连接上以后，就让他去目的地，去我们的那个后江的工厂。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这种交接，我现在就返回现在我要回到那个我停摩托的地方，也就是新山一机场的国内区，实际上还是有点距离的。现在新山一国际机场就是已经是非常繁忙了，就是每天的起降的航班也是逐渐的恢复正常这里每天也是很多人。我要通过这个走廊，实际上这个走廊就是下雨的时候防雨的这个走廊是连接这个国内和国际的一个走廊。这个左手呢是停汽车和停摩托车的一个大的停车场，那右侧呢就是国内航班的集散地就是国内航班的登机楼越南国内航班的登机楼。越南是一个地形非常狭长的一个国家。那这个交通有很多时候是路上交通很不方便的。那其实它的这个空运是非常，是相对来说非常健全的在很多小城市都有机场，都有国内的航班、国内的机场起降非常方便，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就是在越南国内出行的话，很多人是选择这个飞机通行，所以它这个国内的航班也是航站楼建的都也是很大，然后从胡志明可以飞往越南的几乎所有的那个能够起降的这个国内的机场。除了特别近的因为飞机起降是成本就很高了。那特别近的是到不了，比如秦居这种它没有直飞的。那就是像稍微远一点的这个胡志明机场都有飞过去的飞机。所以来到越南旅游呢，到胡志明或者到河内、到岘港这种大一点的城市，那都有这种飞往越南的这种国内的航班事实上，它国内的航班也是人流量非常大在越南很多越南人也是愿意选择国内航班出行。我们从这个人行道穿过去，然后穿到对面的这个停车场，它这个停车场也是非常非常庞大可以停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国内航班的几个安全岛，这个车流量也是非常大人流量很大。咖啡店是非常多，机场里面也很多，所以你累了的话就停下来喝杯咖啡就是非常舒服，非常便捷。停车场下面也有很多车它是载人的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讲好价格，或者说最好你通过 Grab类似于美国的 Uber 就是类似于国际上的 Uber， 或者说中国的滴滴打车这种软件，你来进行打车也就是在越南叫 Grab。那这样打车的费用是恒定的，就是它不会给你绕路。现在我到了摩托车的停车场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摩托车有多少全是摩托车所以如果你到摩托车停车的地方你停车你一定要记好方位，不然的话你真的找不到的。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你停好车以后先拍个照片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顺利的找到你的车了这里停车场的车太多了好，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欣赏，祝您生活愉快，拜拜。